欢迎来到丽生国画小课堂。咱们的毛笔拿出来啊！今天我不拿大的毛笔，我今天拿咱们的5号笔。那么5号笔拿出来以后，那么山水今天首先要用墨汁，把咱们的墨汁倒出来。那么现在呢，咱们画山水啊，用墨色画也可以，那么也可以用一点点颜色啊，也可以用一点点颜色。你看现在呢，我给大家调一点颜色啊，这是咱们的藤黄色、鹅黄色和咱们的这个朱标色啊。调了之后看过来，这是我今天的毛笔啊，一点点，刚才是一点点黄颜色。那么现在笔尖上咱们是墨色，那么揉一下。先在毛笔上揉一下啊，让这个墨色呢到哪里？到咱们笔肚的地方啊，就是笔锋的1/2的地方。那么现在看过来，笔尖再来一点点重颜色。刚才淡墨到这里了，那么现在呢，笔锋来一点点。好，现在咱们就看一下啊，咱们和大家分享一个水墨的山水，非常简单哈。那么你看。这个呢，就是说我看第一笔，让它这个山先有一个尖尖，然后呢，你看这是第一笔，大家看到咱们这是第一笔，那么下来你看山峰的变化，我用笔锋的尖尖走它，这是咱们第一笔最远处的山啊，你看到这里，你看通过笔尖我们再走它，对，然后这是下来，你看我走到这里了啊，走到这里的时候。我再给它这块补一笔，你看，让它这个山呢有了变化了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，咱们这是第一笔，我在这块还留了一个小小的瀑布的地方，是不是？然后看过来啊，咱们第二笔从哪里走？笔尖上来一点点的墨色啊，来一点点墨色。那么到第二笔走的时候啊，咱们从这里走了，要把这个云雾的感觉画出来。那么大家看到咱们从哪里走？你看从这里让它有一个衔接啊。那么大家看到这一笔咱们又从这里走了啊，从这里走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下来你看，轻轻的让它这远处的一个山的感觉就出来了。那么现在看过来，咱们再调一点水啊，咱们调一点水，那么。再蘸一点墨汁，笔锋上蘸墨汁。我现在让它水要多一点，然后呢下来跟咱们的下边的山就开始了啊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用笔的时候，墨色是不是稍微淡了一点？你看笔根的地方淡，那么让它上面和下边有一点点交接。你看我再走，那么现在看到了在这个笔尖重一点，那么。再继续，我让这个山呢，它有一个变化。对，通过咱们的这个笔尖的墨汁，这是第一笔。下来继续看过来啊，继续。我现在毛笔上是不是那个淡淡的黄就少了？那么墨汁要重了，我现在就要画重的了。那么现在重墨要画咱们的近景，画近景的时候啊。那么现在咱们继续看过来啊，你看这里就是重墨了。那么走到这里，我停一下，你看现在是不是用重墨了？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在今天啊和大家分享的。那么前景咱们就要墨色重，紧笔的时候看通过咱们笔尖看让它晕晕。那么大家也看到了，又一层颜色又出来了，是不是又一层颜色出来了？你看笔尖上哪里不够重，咱们可以再加它一下。这是前面的近景的山啊。那么出来之后，咱们再继续看过来啊，咱们再继续看过来，咱们笔尖上再来一点水。那么现在是不是毛笔上的颜色很淡了？对，很淡了之后看过来啊，咱们再继续，我给它抻擦，让咱们这个山呢，整个有一个润润的感觉。那么一定记着啊，咱们现在你看用的是淡墨色，我继续让它整个你看衔接一下。那么这就是咱们今天啊第一步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啊，那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。那么这个山的变化，我现在笔尖是水，看笔尖是水，
那么现在呢，大家看到咱们这一块有一点点平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到这一步的时候，咱们就要让它有变化了，有变化了啊。那么现在咱们就要换一个毛笔了，我换一个3号笔，我怎么看不出来？往后看啊，往后看。那么现在笔尖上来一点重墨，看过来啊，笔尖上现在到重墨了，我现在就要怎么了？刚才大家说我怎么看不出来是3？现在呢，咱们春染它。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，也记着啊，毛笔上水不要太湿啊。那么现在咱们要春染它了，我这里你看侧锋，那么通过春擦点染，我给这里要画一个积湿的地方，你看。所以说这就是咱们今天啊和大家也分享一个，让大家也感受一个。那么不仅仅是大家老看到的咱们这个30呢，它有勾线。那么咱们今天会通过很简单的颜色的变化，让大家也感受一下咱们这个3的变化。那么笔尖现在是干干的啊，干干的。那么干干的，咱们就继续画。我这块画一个小亭子。我今天啊换笔都不换了，我就拿3号笔啊。那么咱们这块画一个小亭子。画亭子的时候也注意啊，那么不要把它画的太细啊，这个就是很简单。你看小亭子的画法。那么现在笔尖继续来墨色，我觉得这个春擦不够的地方，咱们给它继续春擦一下。现在呢就要画什么了？画山上的小树了。那么现在因为我笔尖是干干的，是不是？笔尖呢干干的。咱们看，可以把它的笔锋劈开，这个也给大家也讲一个，像画小鸟一样，咱们把它的笔锋劈开，劈开之后多余的水把它沾一下，笔尖你看劈开了，是不是？那么笔尖上可以沾一点重墨，或者在调色盘上看揉一下也可以，揉一下，教大家方法啊。那么现在看过来，咱们是这个墨色啊比较干，是重墨，那么我在刚才的这个30上面，让它晕晕的感觉，你看，咱们就可以点它的小树。现在大家看啊，咱们就可以点它的小树，点上来。今天啊，给大家分享这种，就是也是非常简单，让大家就是画起来比较好上手。那么远处的，等一会儿啊，咱们先点咱们近处的30啊，先点咱们近处的。那么点的时候，大家看过来，咱们这个一笔墨啊，你看，如果毛笔上水多，一定记着看，把它沾一沾，沾哪里？把咱们这个笔锋的水沾一沾。笔尖刚才咱们散锋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咱们在国画里边叫称什么？称散锋。那么现在呢，你看，我把30点一下，让它这个树枝的这个变化出来。那么因为咱们这个啊是湿的，大家也知道，它自然上去以后会有阴阴的这种感觉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阴阴的感觉？那么前边的30，你看，咱们先点它，点完之后，笔尖上的这个颜色自然是越来越淡了。那么重墨用完了，自然是越来越淡了。那么点这个小树的时候，大家也注意啊，根据咱们的山的形状去点它。那么现在呢，笔尖上你看。墨色稍微淡一点了，我们把远处的山隐隐约约的啊，那么点一下，对这个看稍微给它一个颜色，一点点啊，那种虚虚的感觉。那么下来大家也看到咱们这一块啊，通过春啊，咱们把它这个30画出来了。现在呢，你看我笔尖几乎是什么没有颜色了，是不是很淡？那么这里我再把它春一下，刚才你看我这里还留了一个小小的瀑布的地方啊，那么也把它你看点一下就可以。这个就是说，因为现在呢这个笔上的墨色越来越淡了，那么现在咱们就看过来啊，咱们再看过，这是小房子的地方，下边可以画30，也可以画什么，也可以啊画小船都可以啊。对，这个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时候，那么近实远虚，是不是？近处的重，远处的淡，
也可以这样认为。现在咱们继续啊，其实今天啊，这个就是让大家感受的。那么现在你看，这里是留大空白的地方，我现在呢给它画飞鸟。那么今天小鸟呢，我这样吧，我不画那么多了，我今天呢只画2个。今天啊，咱们只画2个。那么先到这一步的时候，那么现在看过来啊，大家还可以怎么办啊？咱们现在呢，可以把它小亭子的地方，我稍微给它个颜色。还有今天啊，待会儿给它30也有一个颜色。咱们现在用一点点珠标色，咱们把小亭子给它点一下啊。这个就是咱们用珠标啊，也可以用咱们的折石，你看稍微给它一个颜色啊，淡淡的给它一个颜色。那么到这一步的时候啊，大家也看过来，咱们就是调一点点的颜色了，就是大家想的看山那种雾的感觉。这个是咱们刚才啊，咱们用了一点点的鹅黄色。那么现在呢，鹅黄色里边我稍微给它加了一个什么颜色？加了一点点咱们的这个山绿色啊，山绿色。所以说我想让它这个你看远处的山谷稍微来一点点润润的绿颜色。那么现在咱们就和大家也分享一个颜色啊。那么前边呢，稍微给它来一点点黄黄的颜色啊，黄黄的颜色。因为这个画山水啊，大家在画的时候也注意一下。那么没有一个形式啊，只要大家把这个颜色我觉得很漂亮就可以。那么现在你看，这个笔尖上来了一点点的咱们的珠标色啊，一点点珠标。那么让咱们这个现在你看，我给它下边啊稍微来一点点折石色，一点点折石，你看让它这个有一个变化啊，轻轻的，你看这就是有的地方咱们给它稍微来一点颜色，让它更有润润的感觉啊。这个大家画到这一步的时候，那么看就是收拾的时候了。我觉得哪里颜色的晕染不够，你看给它稍微来一点点啊。那么笔尖上的颜色淡，你看可以给它再稍微点一下啊。那么让咱们这个画面更润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树枝的变化，你看笔尖上啊，一定记着咱们怎么用笔。你看我现在是笔尖来一点颜色，侧锋。那么远处的山再让它稍微润一点，这就是笔尖颜色再淡一点。那么有时候画到后边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记着，到最后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咱们收拾整个画面的时候啊。那么收拾整个画面，你看远处我给这儿还空了一个太白的颜色。其实给大家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山水。现在你看我呢，笔尖上是颜色淡淡的墨色，那么这一点点墨色让咱们这个山呢有一个润润的感觉，是不是？那么看这里就是说有时候还可以让它整个画面衔接一下。我给后边看，还有一个隐隐约约可以若隐若现，那么让它有一点点山峰的起伏。那么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越到后边的时候，你看墨色变化越淡了，是不是？那么你看轻轻的，这就是扫一下那么让这个山呢有一点点起伏。那么这里咱们今天这里呢我就不画了这里不画。今天你看大留白留了这么多，那么下边这一块呢，咱们可以画山石，也可以画一个小船下来这一块也可以画小船，也可以画咱们的一个山石。那么想画山石的时候，拿咱们小号的笔，你看干这个山石的变化。那么我现在你看我就再给它画2个石头让这个画面呢有一个变化，把这一块补下。我这边是大留白的地方，让整个画面呢看着更空灵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在构图的时候一定要看过来，怎么把咱们的画面画得很灵动。那么你看这个石头我觉得少，我还可以再给它往大的再画一点，都可以，也可以画个小船也可以。
那么现在的石头我可以给它稍微给它一个颜色，都可以啊。你看比肩上水多，咱们稍微点它一下。那么这个啊，就是大家在画的时候想怎么去处理都可以。这个就是咱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啊，都是让大家学会方法，想怎么去处理都可以。现在你看，我用墨色把它下面点一下就可以，只点一下。那么上面呢，咱们给它来一点点的啊，这是稍微给它一点颜色。那么现在大家看到咱们这个画面啊，咱们这个画面呢，一下子层次感就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，韧韧的，我再给它来一点啊，这一块再加一点韧韧的。那么小的瀑布啊，咱们把它也画一下，小的瀑布。你看，现在大家能不能看到咱们这个是一个啊什么东西了？刚才大家说看不出来是一个什么，现在能不能看到？啊，画瀑布的时候也注意啊，毛笔墨色要淡，一定记着啊。后边的瀑布，那么也要干，啊。我先点一下，看笔锋怎么样。那么记着啊，把咱们笔锋点干。那么你看，轻轻的扫它一下，对，这就对了。不要画的太多啊，就轻轻的点它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就是给人在画面上啊有一个什么若隐若现，让大家看到是与不是之间，这样的画面才更加的有韵味了啊。那么现在再看过来，咱们的这个画面呢，落款的地方咱们怎么去落？今天的这个画啊，最好的就是可以落一个穷款。那么也可以很小的字落到这里，但是右边坚决不能落啊！右边为什么不能落？右边是咱们专门留的空白的地方，大留白的地方，特别是山水画，一定大家记着，这个落款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咱们这个绘画啊，不像咱们书法。那么今天啊，其实最好的地方就是咱们要落在这里。可以写一点字，什么云水禅心呀、山水呀，然后下来把名字写一下也都可以啊，也都可以。那么今天呢，也可以落一个穷款，穷款的时候压到哪里？压到这里，也可以把咱们的名字写上啊，可以把名字写上。那么所以说今天啊，我今天和大家专门分享了这个落款怎么落。那么可以把名字写得很小，写到这里。年号写上，今年是壬寅年秋，然后我们是立生。那么也可以呢，这个画最好的，咱们给大家也分享一下啊。我今天落款的时候，这个画就不能拿大笔了啊。咱们呢，款落到这里，你可以写一个年号，也可以只把名字写上啊，也可以写一个什么喜欢的云水禅心啊，或者是韵呀、秋韵呀，什么都可以啊。那么落章的时候，咱们落到哪里？你看，不要紧挨着名字啊，一定记着，不要紧挨着咱们的名字。你看，稍微留一点点。对，那么这里啊，咱们就留一个大留白。有时候呢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写诗的话啊，但是记着啊，也不能写的太多。那么刚才画小鸟的地方，我就不能画到这里了。如果想要给这边写诗的话啊，咱们这个小鸟就不能落到这里了。那么今天啊，你看这样的话，给人一下子有一个更多的想象的空间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咱们的这个画啊，咱们这个画呢，一定要记着。最后落款是为了补充咱们的画面的，而不是说我为了写上咱们的名字或者什么啊。咱们的画最后的落款啊。那么今天啊，这个画咱们和大家也就分享到这里。